大家早，阿弥陀佛。今天我想再利用一点很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如何能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简易的修行。我们都常常看到古时候的人都到深山里面去闭门闭关，什么人他都不接触，什么人他也不见，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荒郊野地，独自的能够去面对自己，然后这样修行一生。当然，他们很多的修行是有成果的，但是在我们现在21世纪的修行人，不管是在家居士出家的法师们也好，面对的不再是过去这么单纯简单的修行环境。我们常常都说，现在的世界是一个1秒钟的世界。什么叫1秒钟的世界呢？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发生一件事情，很快的这个社交媒体透过了网络，在10分钟、5分钟之后，很可能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就知道了这个消息。过去只有在这个所谓的社会新闻的这些媒体可能有这种即时的新闻，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媒体，有很多不同的社交媒体，自己同时跟即时的跟自己的朋友亲戚在网络上交流。相对的，这个彼此之间交流的这个讯息就非常的多这有可能是快乐的，可能是不快乐的以前古时候人吵架可能要写个信，1个月后快马加鞭才会收到收件人才会收到在快马加鞭回信也就是1个月所以呢，彼此之间的情绪不管是好的不好的都没有起伏那么大。但是现在这21世纪，因为全球网络化我们讲的1世纪我们的情绪不再像是古时候能够有一天的清静跟安宁。现在一般的人的情绪是1分钟、2分钟、3分钟就是一个反转，就是一个轮回可能这对夫妻早上感情很好，透过这个 LINE 也好或者一些社交媒体的沟通不太好的时候，两个就吵架了。那这当中不是只有延续在夫妻之间，可能在情侣，可能在兄弟姐妹，可能在子女跟父母的关系，可能是公公婆婆跟媳妇的关系，也有可能丈母娘与着女婿所以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网络已经不是像过去这么单纯的单线交流顶多双线、3线、5线，现在可能同时呢是千百万的讯息在交流着，大到一个国家的事情、国际关系的事情，小到一个家庭，小到个人或者是2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常常都看到现在的小孩子没有10年前小孩子的童真跟天真，是充满的心事然后原来呢6岁的小朋友跟他的小男朋友吵架了就跟小男朋友小女朋友2人吵架了，就这样子不开心1个月。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末法的这些人能够把心安住，能够很平静的过日子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那既然这外在的讯息是这么的多，是这么的复杂，是那么的难以疏解，难以剪断它，我们自己尤其在现在末法网络科技的时代，就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内心照顾好，怎么自己可以跟外在的这些不愉快断舍离。比如说
啊，今天上班非常的辛苦，结果下班前呢被老板找去问话，然后呢就被训了一顿。如果我们不懂得断舍离的话，那我们就会把老板对我们训斥这很不开心的情绪就带回去家里了。如果是单身那可能就在家里就开始跟男朋友女朋友就开始在抱怨，或者跟朋友就把这个不快乐的情绪由老板给自己，自己再给自己很多的朋友，自己亲爱的人，所以这个痛苦就1乘以10或乘以20，就是100倍的去增长。那如果我们懂得断舍离的话，老板在下班前把我训斥了一段，我心里真的不开心。但我们自己知道，这个不开心的情绪我们接受了，我们去反省，到底我们做错了什么？用理性去判别它，把情绪分开。当然，不开心这个情绪是存在的，把不开心的情绪放旁边，理性的去判别到底是做错了什么。有错则改，无错呢就原谅老板吧。然后呢，这当中可能在坐公车的时间想一想这件事情，下了公车要回到家里，开门之前就要告诉自己，这是上班的不愉快的事情，我要断舍离，我不要把它带到家里面，影响我自己在家里的生活，会影响到我周围的人。有这个念想以后，把自己断舍离，打开了家门，进到房子里面，就可以继续过一个很好的晚上，吃一个很好的晚餐，跟家人在一起。但是如果没有断舍离的话，这个情绪就会从办公室搬回家里面。可能看到这样呢，看到自己的爸爸，可能看到自己周围的亲人一些小事，然后呢又把这个愤怒的情绪又再迁入在这个人身上，或者是家里有小孩，又把他去迁入到小孩身上，小孩又不开心，不开心了以后，家里其他的成员不开心，所以这个不开心呢，就从一个接收者是自己，然后呢就开始1乘5乘10乘20，不断的倍倍在增长。所以为什么我们修心呢，很着重在当下，当下的这个念头，我们就是要能够断舍离。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如果今天跟我的朋友吵架，我就不会把这个不开心的事再衍生到另外一个朋友身上。我老板跟我吵架，我就不会把老板跟我吵架的事再衍生到别人的身上。那我们就会做一个很多善巧的处理，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处在很多正常跟正面欢喜的状态。但现在的因为整个网络世界的发达，这个社交媒体呢，就成为是每一个人在发泄他的喜怒哀乐的时候，高兴呢也希望所有全世界的朋友都知道自己开心，不开心呢也希望全世界的朋友透过这个 Facebook 还是 Line 知道自己不开心，喜怒哀乐就是不断的这样的去传播。那当然这也是一种发泄情绪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再去学习另外一种方式来认识我们自己，来对话我们自己，来断舍离一些我们不开心的事情，那我们的人生就会非常的简单，也会非常的容易的去生活。所以如同我在前一个视频所分享的，一大早起来就是全新的一天，一天完成的时候，睡觉前就是一个圆满结束的提醒。那这个呢，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情绪的一个管理上也能够结合我们的修行，那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再会为情绪所困扰。当不再为情绪所困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每一天的时间多好多，
我们的心情可以清明很多，可以更理性的去思考很多的事情。我们常常都花100%的力气去处理我们情绪的问题，我们没有用1分1毫的力气来去处理我们内心的问题。这情绪的根源在哪里？事实上就在我们的心。像我最近有一些居士告诉我说：“啊，师父，我都好像我在焦虑症，我每天都很焦虑。”那事实上呢，这焦虑的源头也不是在别人身上，是我们的心没有办法静下来。当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的时候，你就看得到你自己的内心是欢喜、不开心。这个不开心的根源是什么？是自己还是别人？别人让我们不开心的根源是什么？是真的我们自己做错，还是他们只是情绪的传达给我们？那如果我们都能够很明确、很明白的去理清楚这些情绪的根源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在整理这些情绪，也是在修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用佛陀告诉我们的道理去断舍离这些情绪。但现在的人太难了，东西只能越买越多，情绪呢只能越抓越多，没有办法放下。那所以当没有办法放下，没有办法断舍离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都想着昨天不开心的事情，昨天被骂的事情，然后不断的累积，一天累积第二天，累积1个礼拜，累积1个月，累积1年，累积10年、20年、30年，所以很难有平淡、快乐、宁静的人生。原因就是这样，不是别人让我们不快乐，而让我们不快乐的是我们自己没有放下自己，没有放下自己不快乐的自己。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这当下放下前5分钟不快乐的自己，我这下马上就快乐啦，我又是法喜充满啦，我又是一个全新的自己啦，对吧？那如果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能够这样借由这个来修炼的话，事实上就是修心，事实上就是修行。所以我常常在看很多居士在修行佛法，打开地藏经的时候，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诵读经典或者是普门品，非常的认真，或者是上座拿着念珠在持咒，非常非常的认真。但是一离开那个蒲团，一离开那个经书，一合上那个经书，又是满心的烦恼，满心的不满足，满心的不痛快。我觉得这个源头就是什么？没有看清楚，我们自己也要对自己的贪嗔痴慢疑断舍离。没关系，做错事情了，我们承认，我们改进。前1分钟做错事情的我们很懊恼、很烦恼、很不快乐，放下它。从这1分钟01秒开始，告诉自己，我会更努力，而且我会更好，因为我相信我们会更好。就是一种正面的思想。那所以修行如果能够将这样融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它不只可以帮我们处理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可以处理我们很多心情不愉快的问题，甚至可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藉由这样的一个断舍离，增长自己潜在无限本具的智慧。就如同释迦牟尼佛开示我们的众生本具如来藏，本具的智慧都在那里。那是什么东西复辟了呢？也就是我们这些客尘，就是像客人一样的尘埃，就像这个贪嗔痴慢疑，像客人一样。那为什么这些客人到后来被你留成他是主人呢？这些贪嗔痴慢疑，我们的痛苦，我们不开心的这些情绪主导着我们呢？为什么他们会反客为主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执着，
我们没有办法断舍离。有时候很多的居士我们也很多时候都分享了我们修行的这些经验。至于能不能做得到，能不能升华自己内心的修行，这就取决于每一个人自己内心的功夫。所以我今天想用这一段视频跟大家做分享。每天每一个时间每一个情绪，我们都要练习断舍离。当我们能够这样子练习的时候，你会发现修行真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它就是在我们的起心动念当中。所以你要能够放下，放下才能够提起。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我想呢，因为过去我也分享了很多这个佛法比较艰涩的一些教理，那我想现在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如何将修行融入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让我们自己用断舍离，把这些如同客人一样的这些贪嗔痴慢疑，该走的时候就让他们走吧。不要让他们留到后来，客人变成主人那如果我们能这样练习的话，就如同佛陀引导我们的，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自己本具的智慧，本具的如来藏。好，今天我就用这个来跟大家做分享，希望大家喜欢我简单的分享。我们下回见，阿弥陀佛。